在你的心里，我还不如你养的那些宠物吗？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大齐，43岁，来自北京，4人十月；女主人公小云，43岁，来自黑龙江，是一位私营业主。来，有请两位，欢迎，欢迎。您是黑龙江人，对，居住在天津，对。我是北京人，现在在哪儿居住呢？我现在在天津。资料里说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对，做什么呢？日语翻译，跟那个外企啊有那么一个合约。如果说是对方的公司有一些需要翻译的情况，我可以随时去那个公司。在日本留过学？留过学，我在日本18年。那在这日本的18年，没在当地找一个？找过，但是后来也是分手了。毕竟还是希望在国内嘛，比较自由一点。哦，两位相恋几年了？我们从2009年开始认识的，到天津是2011年，那就等于大齐是奔着人家来的，对不对？是的。那你家人对你来天津有什么意见吗？开始不同意嘛，反正也禁不住我的魔，就是跟父母商议。毕竟天津和北京也不远，也就是动车27分钟，自己开车的话也就2个多小时也就到了。在天津住哪儿啊？我是自己买的房子。问一特俗的问题哈，在咱们的眼里，您这岁数就不小了，是，而且两个人感情又那么好，为什么没领结婚证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俩出现一些矛盾，就是他妈妈突然加到我们生活当中。开始是过来玩后来就没走。跟他母亲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什么？我自己比较喜欢养小动物我自己从小开始养了一只毛蜘蛛。他妈妈来了以后，我都关照他们，我养的东西您尽量别动。后来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发现这个装蜘蛛的盒子被放在阳台上晒太阳，结果蜘蛛死了，我特别生气。作为我来说，养这么多年了，我自己心里特别难受所以说语气什么的比较激烈一些。他说话特别难听，声音特别大完了说你别动我东西，这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动，你还为什么动它？你看都把它晒死了。我母亲当天就走了，因为我不在家嘛，我去店里工作了。我母亲到火车站以后给我打电话说她走了，我说你为什么走啊？她就把事情经过跟我讲。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哭了，那么大年纪。他连追都没追，最起码你去追着我妈，你把他喊回来，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对不对？他连追都没追，连问我也没问。我呢，本来是想出去的，因为他妈妈这个人吧，就是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跟小区的，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跟小区的一些老人关系处得特别不错。我以为呢，就是说，下去找老人聊天去了，或者是诉苦去了，还是怎么着？我当时手上还有一笔翻译的工作，我想弄完了以后再说吧，我就没往心里去。之后你也没跟他道歉，是不是？我跟他解释了你这种解释我接受不了那我问问哈，就是他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静的人？你见过宅男吗？我没见过，我听说过。假如一个男人能10多天不下楼，你相信吗？怎么会10多天不下楼呢？我不信。那你就问问他，他能多少？他10多天不下楼是经常事儿了，已经是。是这样的，我呢跟我的生活和经历有关系吧。我以前在日本上学为了生活打工，每天只睡4、5个小时，过的都是那种特别紧紧张张的生活。我就经常想，如果有一天我回来了以后，我再也不要过这种日子了。其实我是过怕了，也过腻了我就想，如果说是回来，我一个人能在家里，对着电脑，我喝茶，我养小动物。所以说，你就觉得年轻时候都苦过了，现在我终于可以给自己做主了。对。那你10几天不下楼，你吃什么呀？我在那个网络上买。最懒的情况下，就是怎么说呢？连糖和盐我都在网上订。给自己送来。我以前都喜欢他，这人挺文静的，没想到他能这么宅，将近3、4年的时间了，没陪我看过电影，没陪我逛过街，没陪我吃过饭，一出去就说外边的空气不好，外边的太阳太晒，外边的人又多，都是各种理由。你说错了，我陪你逛过一次。我天哪，我记不起来了。行，不错，你就逛一次哈。当你母亲来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到吧？
一个10多天不下楼的一个成年男人，跟你母亲在一起，难免会有矛盾。当初叫天天来旅游的时候，我只想待一段时间，我自然而然就会走了。但是我觉得母亲挺不容易的，把我3个孩子拉扯大。我父亲去世的特别早，我将近70岁的人了。我现在我有条件，我有能力，希望叫我母亲晚年生活过得好一点。我的出发点有可能自私，但是我想叫母亲生活好一点，我没有错。那你现在有什么要求呢？必须向我母亲赔礼道歉，我必须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如果她不同意呢？不同意那就算了。我肯定是不会道的，因为这些事情我没有错，我感觉。我假如对你母亲那么说话，你心里怎么想？你妈妈会怎么说？你妈妈心里会舒服吗？都是有父母的人，对不对？你那种态度已经代表了你就不喜欢我母亲在这跟咱们在一起生活。我确实是不喜欢啊。您不知道，他呀平时都是早出晚归的。这当中呢，都是我跟他母亲等于生活在一起。他母亲呢，就是比较闲不住的人吧，经常把楼底下的老太太们叫上来一块儿说话，一块儿聊天，而且声音特别大。我觉得这种声音特别刺耳。那他母亲来了，你应该吃得好吧？至少不用在网上订那些东西了吧？还不如我在网上订东西呢。为什么呀？口味不一样吧。我比较喜欢清淡的就是多一些蔬菜，少一些肉。他妈妈做的那些菜都是好几天都一样，什么乱炖吧那种，我也刚知道是乱炖。东北人都喜欢吃乱炖嘛。还有就是我屋子里修了一个榻榻米，专门喝茶上网用的他母亲呢，去榻榻米上，他也不换鞋，就直接上来，而且还用那个笤帚经常去扫那个榻榻米，脏东西全嵌在里头，我实在是说不得。他也是为了减轻我的生活负担、生活压力。你在家除了上网、看电视、喝茶，你还能干别的？你什么都不干。我当然干了。首先我在网上做基金、炒股票什么的我还可以家里没东西了，我可以订货呀。他提你的订货，算了吧。哎，你当时跟他好的时候看上他什么了？我觉得你们俩简直就是2个世界里的人，怎么会好上了呢？嗨，这不就是岁数这么大了，家里呢也是催促，就是你赶紧的成家立业你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们老家也就放心了。后来接触，觉得挺好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厉害。听明白了，你们应该听得很明确了哈。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秋喜特问卷。马老师是不是一边听一边还在给翻译呢？我个人觉得我带情绪翻译的因为我是站在女方这一边的。其实我老公刚才说了，那你不喜欢吃，那你自己做啊，那你做给他妈妈吃啊，你那么大人了，对不对？是我做的之后，他母亲也不喜欢吃。你想，你43岁了，你在日本的生活你不喜欢，你到这儿的生活你也不喜欢，那你觉得哪儿喜欢？如果你都不去配合别人，你都不为了爱谁去配合别人的话，你怎么能好好的生活下去 ？No, my opinion is only. I don't know if they love each other, baby, but my opinion, the only way they're going to fix their problem is if mom moves back in.And he starts thinking more about her needs. 对，我老公说，他可能不能说的更多，说你们俩应该怎么改善，但是他就听到这些，他觉得唯一你们两个人能在一起的方式就是你妈妈来，然后你要改变，你也要适应一下正常人的生活，你太宅了。不是，但是您可能不了解我们。我首先作为我来说，我是为了他放弃了北京的生活，也等于说也放弃了我的父母，我是跟他到天津来过2人世界的。如果说把他母亲给接到这儿来，是不是我作为他人？我跟你说，人活在这个社会上，你是有责任的。你爱一个人，你只爱他，你不包容他的全部的话，这不叫爱。我听你前面说的，我并不觉得你爱他，你只是因为说你岁数大了，然后爸爸妈妈家里给你的压力，我觉得你是因为压力才会找一个人在一起。这些也许都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都是一个传说吧。相信我，我经历过我也告诉你，如果你那么自私的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边的话，你真的不需要一个恋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可以接受他妈妈，他跟我回北京，带着他母亲，我可以在小区外头给他租一间离我们很近的地儿。那为什么不能在天津呢？
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我也要对我父母有个交代，我也得照顾我父母。爱情的艺术在于在爱的作用下，你退我进，我进你退，相互呼应、妥协、包容的这么一个过程。先说男方哈，男人养宠物，这是一个双刃剑。第一，说明你内心善良、柔软，但是非常的自我。你可能很顾家，对吧？你宅男，但是呢，你又缺乏参与性。而女方呢，可能需求是那种热情共振，然后一定要宽容大度的这种男的。所以说，如果你要跟他永远在一起，甚至结婚的话，你就需要摆明一个态度，要会妥协，要会宽容。如果连这个态度没有的话，那你们的爱情一定会亮红灯的。女孩在舞台上这几十分钟以来，我看到一直是你在，咄咄逼人。叫他一步步把我逼到这个位置。他经常说我大男子主义，其实现在在台上的人都应该看出，他有点大女子主义。你在日本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这一点大男子主义。在家假如说倒杯水哈，夫妻之间是很正常的，你去给我倒杯水，他总是用命令的口气，你给我倒杯水去，那种感觉一次我能接受，2次不能。天长日久，我根本就接受不了这种状况，你知道吗？可是您说，说话总是命令的口气。我们都认识好几年了，如果在家说，请您给我倒一杯水，可以吗？如果用这种话说，是不是很别扭？是的，你可以这样说，老婆，你帮我倒杯水啊。他就是什么呢？他总跟我这跟日本女人去比，我根本就不服这一点，知道吗？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他说日本女人怎么的，日本女人再好，你怎么没带回来呢？我也会温柔，但是他这么说话，我就接受不了。那你温柔一个给我们看看吧。温柔一下。老公，对不起，我错了。然后那你看吗？哎，吓死我！你还是天天卖乖。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所谓的大男子主义，作为男人来说，我觉得我能撑起一边天吧。我不希望就是说跟我在一块儿的女朋友也好，你能老婆也好，撑起一边天吗？你连外头的天气都不知道是怎么样，你10多天不出家，你怎么撑起来啊？我不希望他呀在经营他的这个小破店了。什么叫小破店呢？哪有那么说话？那是我自己喜欢的事业。你什么都不放弃。哎，你们俩现在哈，嘴里还是在互相的吵。其实你们俩要扪心自问，都是有问题的。女方，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吗？像你说的，可能是内在的比较强势一点。你有没有问题？有吧？啊，是什么？说出来。我还真不知道。那你还是没有成。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也是个宅男，我跟你一样宅，我可以15天不出门。出来之后发现，然后我进去的是春天，为什么出来是夏天呢？对宅男的这一套我非常的清楚，我很早就跟我父母就搬出来住，我带着我的狗，每天在家看看书、喝喝茶、逗逗狗，就跟你生活是一模一样的，很好。最害怕什么？最害怕家里多个人。宅男是独居动，你是希望我静到什么程度，就没有任何声音来打扰我，就让我安安静静把这个事情做完。但是东北人他是群居的，他喜欢一群人在一起嘻嘻哈哈，是吧？他就跟你妈一样，喜欢跟邻居打交道，喜欢有客人，对不对？这是2种不同的家庭文化形成了冲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女士啊，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些感恩的心。还没有结婚就先给你买好房子了，他放弃北京生活，放弃北京父母的在身边，就为了你的工作，就为你一句话，哗就来了。你说你带你妈来住，他就让你住了，他对你已经付出了很多了，这一点我承认。你必须要知道，他为你付出那么多之后，他现在已经被你逼入最后的底线，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爆发。我建议你有一些妥协，把老人接来尽孝是对的，但也要有一定的隔离，也就是不一定要住在一起。你刚刚说了，婆婆跟媳妇儿之间会吵架，女婿跟丈母娘之间还是会吵架。我觉得之前他说的方法很好，租个房子，你们是一个单独的小家庭，是吧？你妈有一个单独的地方，他爸妈也有个单独的地方，给他留出一定的空间。涂老师，陆老师说完之后，改变了我很多的说话内容。我才意识到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一类人。以前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只有衣食住行一个人就够了，但关键我们还有爱恨情仇，所以说人必须是群居动物。宅没有问题，但不能脱离社会。就像陆琪老师也宅15天在家里面，但他依然保持着跟这个同事之间的联系。你个性孤独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不能在孤独的情况之下你喜欢去支配他人。刚才在听到男方的话语当中有2个关键的地方，再问一下你。
刚赵老师问你说，一个人生活就够了，你干嘛要找一个人呢？你的回答是，家里人催得紧，让我感觉到是你根本不需要这个人，只是因为家庭组成模式的方式当中，你要一个这样的人存在而已，你并不爱他。确实有这种想法。你并没有对爱情迫切的需求，是不是？是。你不需要这样一个人。第二，你说我没有必要向他的妈妈道歉。如果他的妈妈不是他的妈妈，你当然不需要道歉。问题他是他的妈妈，所以说生活当中没有是非对错，只有情理相容。但是您说的这个宅在家里跟社会脱节，我这点不认可。因为我是上网，一网在手，是走遍天下。都不承认自己跟社会脱节。我所指的跟社会脱节，不是说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指逃避与他人的交流。一包盐、一包糖都要在网上买的人，他是多么讨厌那种家长里短的那种沟通的生活。所以说，从你的生活模式当中来说，你真的不需要那个人。而且，如果有哪个人走进了你的世界的话，那我想这个女人是最惨的了，因为她走进了你家庭的世界，却永远走进不了你的内心深处。另外，我说一下女方，你跟她有一样的毛病，喜欢支配他人。你喜欢支配别人，帮别人做主，帮别人安排好所谓的生活。除此之外，陆琪老师所说的要学会感恩也是必要。害怕。我再说两句啊，贾先生啊，我也是一个非常宅的人，我跟你之间应该有很多可以沟通的地方。我在大概5、6年前的时候，宅到真的是半个月、1个月可以不出门。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跟社会真的是脱节的。当然，我跟你一样，觉得有网络在手，每天 QQ 啊或者 MSN 啊，很多人都可以交往，但真的是不一样。当你走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话都不会说。你必须要跟人学会怎么交流，既然要学会怎么交流，你就必须强迫自己有一定的时间出去跟人做一些沟通上的事情。问题是，我是想出去，我在天津谁也不认识，就我一人，我出去了。你不会主动的去与他人交流。这2天我也试着宅了一下，我有3天没出门，是最长的。我在微博上还写了一首诗，我说老婆回长沙，天天宅在家，顿顿叫外卖，这个地也没人擦，整个一个人就感觉我就活不下去，你知道吗？就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人转悠就活不下去。其实习惯是一种毒害，如果真正习惯了一种家庭生活的话，你也会依赖于这种家庭生活。人并不是绝对的。今天算是小概率事件。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有这么一群朋友存在，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视角，有一个独特的世界。没关系，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但是你别影响别人。这样想，你干嘛招人家去？你招他干嘛呀？开始嘛，不就是认为2个人在一起挺开心的，也只限于刚开始。那你愿不愿意就像马老师说的那样，为此而付出一些东西呢？我可以付出啊，但是按我的说法来付出，我愿意做啊。那行。我老公有一个问题。Yeah, I was going to say, I mean, I'm at a disadvantage, so maybe I understand 25%. But is the mother really the problem? Do you guys actually love each other and like each other? 这个妈妈真的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吗？就你们真的爱对方，真的需要对方，是因为爱吗？ Because if actually you do love each other,and you want to spend your lives together, this should be so easy to work out. 如果你们2个真的爱对方，如果你们真的愿意相守在一起的话，这应该是很小很小的问题。那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你们真的爱对方吗？需要对方吗？如果真的不是那么需要，不是那么爱，那我们站在这只是为了2个人凑合在一起，那何必站在这儿呢？当然是爱了，如果不爱在一起干什么？你就是家长里短没小事，您知道吗？我当然知道。您呢跟这位朋友在一起爱是最重要的，就像刚刚老师说了，如果爱的话，这都是问题。如果爱的话，你应该会追出去，而不是你说啊，我完成我的工作再去解释，不是这样的。如果爱的话，你应该追出去，追他的妈妈说阿姨对不起，我冲您嚷嚷了。但是我并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了？那你现在可以向他妈妈赔礼道歉吗？说阿姨对不起，我错了。我可以把我这个错误的态度道歉。可以 ，you need to。不是说可以，你必须要，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你自己去想，能不能因为爱，像马老师他们说的，因为爱，所以我们做宽容。你的宽容手段是什么？让步是什么？您也同样，因为爱，我要宽容什么？来，一起进入黄金60元。来，这样吧，就2个条件。
第一，咱俩在天津过2人世界；第二，带着你的妈妈跟我一块儿回北京，咱们过日子，在我同住的小区里头租一套房子，给你妈妈单独住，我随时都可以去照顾我的父母和你的妈妈。第一点，我肯定会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第二，因为在天津有我喜欢的做的事情，有喜欢的事业。我跟你去北京以后呢，我一无所有，我想我不会去北京。来亮灯吧。北京、天津真是这么重要吗？我就用一个数字来说，我从北京到天津半个小时，我在北京工作上班，然后我从家到公司单程1个半小时。你觉得真的距离就是这么重要吗？在天津有我喜欢做的事业，我不想像别的女人一样依附在男人身上生活。不是，你反了，你可以住在北京，因为在天津有你的工作、事业，这个氛围都没有问题啊。其实最终的条件已经听明白了，对您来说仔细考虑考虑，现在你所做的，你所拒绝他的，恰恰是他已经为你付出的事情。我觉得他没有伺候他的父母，来了天津跟你在一起，他也把北京的工作都扔掉了，他也为你付出了很多呀。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吧。来，两位请坐。来，请关门。听来听去，这才听明白了。就是觉得心里不平衡嘛，要不然就2人世界，就说我不要爹妈，你也别要了；要不然就是我们2个人都要爹妈到北京去。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就他们现在这样的状态，他们现在这样的观念，你们觉得他们是分开合适呢，还是祝福他们在一起？你们觉得更理想呢？来，各位，请选择。现场有88.24%的观众朋友不是很看好，一起来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来，5、4、3、2、1，请开门。只是爱你啊，这是谁做让步了？你让步了？让步。怎么个让法？我非常感谢他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他为我付出那么多，我也应该做出牺牲。那你牺牲啥呀？牺牲我的事业。行吧，这事儿闹完了，你怎么没有哭啊，兄弟？激动的？我没有想他，说实话。那你为什么出来呢？我只是想看看他在不在。他的这种让步，你愿意娶人家吗？真的，我都看到编导脸上的惊愕了。真让步了？让步。那你刚才说那么硬干什么呀？自尊心在作怪。你别觉得好像岁数大了离开他就不行了，还是得自信。因为怎么说呢，还有感情在里面。真有哈。真有感情。来吧，两位，来。两位，来，有请。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这个订婚礼盒，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饰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钻戒。来，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哎，又是人家主动，我让你亲他，说让你亲他，不是他亲你。开灯吧啊！别闹了，他都不好意思，他好羞涩，都不好意思亲他。行，你把你们东北人那个火辣辣的热情就火辣辣对他吧，谢谢啊。